美国人在车上的生活。如果在美国生活的话，一定要会开车。所以我想通过这几个东西来展示一下他们的公共设施是怎么对车是如何便利的。再讲，你也可以通过这些就看得出来，开车是多么重要。好，然后接下来我要做的一件事情是 drive through， 我们要去个快餐店，然后我会告诉你们什么叫 drive through。我第一次我真是很佩服他们居然会想出这样的方法来。drive through 除了在快餐店之外，还有其他的那些商业机构也提供这样的服务，比如说银行，我也会拍到 drive through 银行是什么样，还有比如洗衣店，还有药店，如果你要取处方药的话，也可以，也很多药店都会提供这样的取药方式。所谓 drive through 的理念就是你整个过程中人不用下车，就可以完成一切你需要的东西。今天我要去的地方是 Popeyes。Popeyes 它是 Louisiana Kitchen， 就是卖南方特色的食物。然后我觉得这是我吃过最好吃的炸鸡，快餐厅当中最好吃的炸鸡，它比肯德基的好吃。好，来看我怎么 drive through。前面这里你看到它的菜单了吗？你就是在这里看菜单。然后我要把车开过来。Hi, welcome to Pop. Order whenever you're ready. May I have a Cajun fish and chicken combo? I'm sorry? Cajun fish and chicken combo. What piece of chicken did you want? Thigh? And for your side item and drink? I would like Dr. Pepper to drink and fries. Anything else? Do you have kids meal? I'm sorry? Oh, Do I have what? kids meal. Yeah, we have a leg, a strip, or 4 nuggets. Strip. And for your side item and drink? The fry and milk. We don't have milk. You don't have milk. What do you have? What do you have for drink? Just sodas? Yes. We have lemonade and Hawaiian punch. What about root beer? We don't have root beer. You don't have root beer. What about Sprite? Yeah, we got Sprite. Okay, I'll take Sprite. Anything else for you? No, that's all I need. $12.60. OK。好，现在我点完菜了。可以看到，如果你英语不太好的话，你可以直接说 number 几 number 几，上面都标的有数字。然后这里就有一个窗口，可以来取东西。$12.60. Okay. Here you go. Thanks. 看，他就把食物给我了，然后我就可以开车离开。尤其是在出门的话是非常方便的，可以直接买了饭，然后不用停车就可以在车上吃。我相信很多人都听说过这个事情，就是麦当劳的热咖啡烫了顾客的事情，然后最后索赔好像是60多万美元，这个数字我也记得不清楚啊。那个事情就发生在 drive through， 就是那个人被烫的那个人呢，
她自己其实还没有开车，她坐在副驾驶，是一个老奶奶，然后她孙子开车，在麦当劳买了一杯咖啡，然后她就夹在腿中间，当时他们还把车放到一半停下来了，她打开咖啡的盖子，打算把咖啡伴侣这些东西放进去，结果嘞，咖啡就泼出来，泼了一腿。冬天她还穿了个棉裤，然后就全部都被裤子吸收，人就烫伤了。最后她向麦当劳索赔。这个官司一路打下来，我记得赔偿金额是60多万。这个事情就是发生在 drive-thru。如果他就正常的坐下来在大堂里面喝个咖啡的话，是不会出现这样的事情。对，我说看这边我是靠近他的那个工作人员，哎，看到了吗？那个蓝色的东西就喷进去。看到了吗？前通过那个传送通道，它是好像用压缩空气来传输的。好，我来看。你是不是要付钱Hello, how you doing? Hi. Well, I need to withdraw some money. Alright, if you please break the dollar amount for me. I need a $100 and a 20 and a 10 Okay. and a 5 and a 1. And I don't know if you have $50 note, bank note. Yes, ma'am. Yes, we do. Oh, if you do, I need one of the 50. Okay. Do you still have $2 note? Two. Mm-hmm. I don't have any. Let me see if anyone else has any, okay? Okay. How many $2 bills? Just one. Okay, yes, ma'am. We'll have one of those for you. Okay. So, Do you want one of each bill? yes, one of each. Can you tell me the total amount? Yes, ma'am. It's a total of $188. 写上我的取款额，然后签名字。So you just want one bill of each. Yes, for my collection. Okay, right back. We'll look at the $2 bill. Okay, thank you. Thank you. You have a wonderful afternoon. Thanks. Thank you. You're welcome. 我的钱，看好取出来钱，人家给你拿个信封装着。我不想给你，等我们到那儿停下来之后。我们来看这个棚子，能看到吗？上面写的 Pharmacy Drive-thru， 就说如果你要取处方药的话，是可以不用下车。哎，刚好有个车来取，不用下车，然后拿得到你的处方药。我们今天要去的是我们这个郡的 Convenience Center， 所谓就是垃圾站。因为美国尤其中部的城市化水平特别低，所以有些人住的特别远的地方就没有垃圾公司来收垃圾，所以镇政府就设有这样的垃圾站，你可以自己把你的垃圾带出来丢掉。我家住的地方呢，没有到那么偏远，是有垃圾公司，你是可以选择那些垃圾公司来收垃圾的。但是之所以我没有用，是因为我觉得垃圾放在那儿1个星期特别臭，尤其是夏天的时候，所以我选择就是自己开车过来把它丢掉，而且很方便，都是很顺路的地方。全county 有10几个这样的地方。也可以看到他们的垃圾有多少，居然会开一个卡车、一个拖车来丢垃圾。经常是住得很远的人。这里也在搞垃圾分类，但是垃圾分类不是强行的，是自愿的。看那边，
那个就是专门的硬纸板，然后再过去有塑料啊、玻璃啊什么的，资源分类。所以美国在环保啊这方面啊，我想揣走啊，做的真的是很不够好啊，很不够。今天讲了 drive through， 我来美国之前不会开车，我到美国之后才学的开车，而且很长一段时间我还是很习惯于走路的。曾经有一次，因为那时候我家离一个快餐厅并不远，我就是一天晚上是个周末的晚上，然后呢，我想吃薯条，我就想，那我就不开车去，我走路去。结果呢，因为是周末，它的那个大堂就是 dine-in 的关得特别早，只有 drive through 那个窗口是开的。于是我就跟着那些车排着队，我就站在那个车队里面慢慢排到我想通过，这样我就走着去跟在 drive through 的队里面想去点菜。结果呢，人家不卖给我。他们的那个窗口很明白的有一个告示，就是说不卖给走路来的人，你要在 drive through 买东西就必须要开着车，理由是为了员工的安全，所以不卖给走路来买东西的人。我拍这一集的目的呢，一来是介绍一下 drive through 这个东西，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在我第一次 drive through 之后，我跟我一个美国朋友说，怎么会有这么 lazy 这么懒的方式呢，让人来买东西。当时现场有2个人，他们同时异口同声的纠正我说，那不叫 lazy， 那叫 convenience， 这叫便利。我觉得他们说的也有道理，因为等你真正生活在美国，你就会意识到生活是完全离不开车的。公交都是你都没有办法指望公交的。像我住的城市也不算小了，公共交通只有在工作日，就是1周工作日5天之内才会有，而且班次非常少，周末它就不开，线路也很有限，公交线路都没有覆盖到居民区，不可能覆盖到居民区。你要把车开到公交车站停在那里，然后你才可以坐公交再去上班干什么上学这一类的东西。而且你可以看到，我拍这一路，你在美国多数城市你是见不到很高的建筑的。哇，你看到旁边吗？那是一个球场，正在给草地浇水，就这样喷着水浇。看看美国人多浪费。因为它地方大，然后城市又铺得散，城市在规划的时候，尤其除了就是最早最老的一些城市之外，新建的城市都是它的假设前提都是每个人都开车的，它怎么样让开车的人方便，才建了这样的城市，才规划出来这样的城市。而且还有一个问题是，住宅区和商业区是严格区分的。你想从住的地方走到什么餐厅啊、商店啊，是很难的。像我之前说，我去那个快餐店，我走路到快餐店，我走了30分钟，那是离我家最近的一个快餐店。我还是住在离市里面很近的地方。我也很感兴趣的一点就是，他们的城市是怎么退化的？好像尤其是比较老的城市，慢慢的市中心就被人抛弃了一样。他们不再发展市中心，不再发展城市中心，而开始发展那个 suburb， 就是郊区。这个 urban decline 是我很感兴趣的一个话题，我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好，今天这一集讲美国人在车轮上的生活。我尽管拍的只是很短的一条，然后呢，展现的是很小的一方面。我希望可以通过 drive through 这个事情来展现出来，让大家大概有一个概念，就是说，能开车会开车，在美国生活是多么重要的一件事情。同时你有这个技能，也是可以给你带来很大生活便利的事情。如果只走路的话，你是很难去利用城市给你提供的公共设施啊，以及
商业机构提供的这些服务。好，我们下一期再见，拜拜。